郭文斌患有一种十分罕见的超忆症，可以记住经历过的所有事情。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，也为警方破了不少奇案。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，我去找他。10月26日晚间发生了一宗命案，死者死状诡异。根据消息，死者经营一间公关公司，社会关系复杂。目前已经有疑犯到警局自首，警方正在展开深入调查。 喂，哇塞！嚯，看来这个挺来劲儿的，一个人喝也不叫上我啊！我戒酒1年零10个月，这些酒瓶摆在这里，只是提醒我曾经醉过而已。谈正经事，疑犯周美有胆子把这份杀人预告放出来，说明下一个受害者很可能已经在他掌控中了。现在疑犯点名要见你，摆明是冲你来的。只要你归队解决这个案子，帮我官升一级，我就有钱让你啊继续查你弟弟遇害的案子。 福利院的资料再查一下。嗯。来，好。说不出来，说都说了，告诉你给我老实点啊！滚别回来了。你才回来，滚别！哎，喂，不是我的。 现在是你的了。放开我！你老实点！都站在这儿干什么？做事了！不做。欢迎归队，你加油，别再让我背锅。你放心，我的锅这么大，你根本背不动。先将福利院的资料发给你。孤儿小鱼走失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你加紧办理，保证孩子安全。死者的衣物都在这里了。 自杀的女孩，所以我推断这死者先是。
底是不是你杀的？关键是和你们无关。驶过人间穹顶，想再看一眼他的爱人，但被疾病缠身的爱人，为了长生而放弃誓言的爱人，早在华贵的棺木中腐烂了。哇，老朋友，竟然潜意识找我要线索了！哎。朋友一场，不用出手这么重，这么狠吧？无正义、无秩序、无道德、无信仰，就是我的座右铭啦。别说我不帮你，啊！鄂俄斯就是希腊神话里面被人间王子抛弃的女神吗？黎明女神鄂俄斯，是希腊神话里面被遗弃的人。1010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日期。我是来帮你的，招呼都不打一个，你这么不懂世故的？能隔空杀人，这次你面对的是一个高手。我就看看你这次输的有多难看，到时你别又只会哭啊，喝醉酒啊，甚至自杀。以牙还牙，追求审判的仪式感。柯林被杀是因为他害死过人，那么下一个目标应该也害死过人。哎呀，这幅画里面的鬼法官，哎，将那个男人撕到脱皮吊骨，那个男人以前应该以同样的手法去伤害过别人。哎，既然这个人这么残忍，哎，你为什么还要帮他？本席宣判，罪人该死。我只想知道，他是怎么做到隔空杀人的呢？10月10号，富二代，他就是王子啊！王子做错事也应该受罚吧？你不知道他在哪儿？你的长于证有什么用啊？警察，我已经跟你们上司讲得很清楚，彼得患有双向情感障碍，他在完全失去自控能力的情况下发生了意外车祸，
什么双重症啊？装病就装病嘛，用钱买通受害人家属和解，其实受害人就是你老板的女朋友。看你的样子，好像被他说中了。你们说话小心啊！再过2分钟，你们全都失业了啊！有没有搜查令？哎，当然有。小心！上次死的那个是公司总裁，这次死的是个富二代。你们看网络报道没有？他们两个真的是罪有应得啊！这么说，鬼法官是替天行道，我都有点崇拜他了。你老板长期服用安眠药啊？不错。签个字。富二代撞死女友，鬼法官诱斩罪人。小道消息在网络上传开了，而且浏览量比上一次还要高。你可是法医，这么八卦的？哎呀，死者的四肢和脊椎全部碎裂，内脏也衰爆，跟被他杀害的女朋友算是同一种死法。郭警官，恭喜你亲眼见证了鬼法官的预言。如果这世上真有鬼法官，就不用警察了。鬼法官已经有不少粉丝了，如果再多几个预言成真，全民投票处死谁，说不定会发生。到时候你们警察呀，可能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。马警官，马警官，鬼法官到底是人还是鬼啊？你们警方到底有没有调查方向啊？擅自行动，你为什么不跟我汇报？你不要以为你跟着他就可以自作主张，你可是一个警务人员。死者什么身份你知不知道？我们会有多大麻烦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如果你当初不怕麻烦把他抓起来，他今天可能不用死的。主席。啊。鲍宇明就是逃过法律制裁的人。我曾亲赴地狱，我曾亲赴地狱，以为闭上眼就能重返天堂，以为闭上眼就能重返天堂。可恶的血已经融入我的身体，我只能在开满藏红之花的祭台中哭泣。我只能在开满藏红之花的祭台中哭泣。侍卫，我怀疑下一个目标就是前爱城福利院的院长鲍宇明，马上查他家地址，他很可能有危险。你就
究竟要杀多少人才会满足？我说了，还没结束呢。鬼法官不是代表正义吗？这次为什么要伤害小女孩？你为什么这么紧张？你只有12个小时。明天太阳升起之前，你最好找到他。鲍雨明到底是不是猥亵犯啊？鬼法官的审判，我看错不了。藏了这么多年，警方竟然查不到。他们根本没有细查过。这么多罪犯逍遥法外，想想都觉得害怕。市民的安全根本没有保障，警察不如集体辞职吧。我觉得还是应该相信警方。怎么相信啊？我听说，负责鬼法官案的警察，曾经因为调查凶杀案，连累他弟弟被凶手报复，亲人都保护不了，更不可能指望他能保护我们了。小云是在10月25日被发现失踪的，也就是柯林死亡的前一天。失踪现场没有出现游戏海报，福利院内部和附近的监控也没有拍到他和疑犯。这次没有谜语，小云会不会凶多吉少啊？收拾东西。鬼法官连环凶杀案和天堂福利院儿童失踪案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这组负责。喂，干什么？我没收到命令。你还没闹够，已经死了2个人了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小孩。小孩啊！案子交给你，只会害死更多的人。2年前那个案子，要不是你，你弟弟又怎么会死？你知不知道不磕牙多少钱？啊！喂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，郭警官！郭警官，自己人！郭警官，喂，你们2个，谁更能打？跟我打！郭文斌，就知道打架。我曾亲赴地狱，以为闭上眼就能重返天堂，可魔鬼的血已经融入我的身体，我只能在开满藏红之花的祭台中哭泣。第2个谜语不是说周梅，而是说凶手自己。惊喜吗，我的朋友？你的女皇归来了。你真没良心！没有我，你和凶手能玩到这一关吗？你越来越冷血。你还不死？你看看你，我杀了他，你都没所谓的，哼，你就是觉得他不该死。这里只是我的潜意识，你别这么无聊。我就这么无聊，这个简直就是多余的。你看什么看啊？没见过混血儿啊？哼，你还要看是吗？
支付医药费的账户，鲍宇明都用同一个。少了一张，凶手拿走了一张银行卡。你还想知道点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啊，包括你的心理治疗师对你有没有兴趣。你见过凶手又不记得，以前这样，现在也这样，你连自己为什么来这里都不知道，傻瓜！只有你能懂我遭受的苦难，一切的厄运都是从这里开始的，这里就是我的地狱。第3张预言画里面失踪的小朋友，不是小云，是你，开门。太晚了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口令、皮子、鲍玉明、王哲，他们都是罪人，全部都该死。但法律给了他们什么惩罚？没有。这对那些无辜的人来说，公平吗？正义吗？你也是罪人。你那个法官弟弟被杀，你就在现场，为什么救不了他？你明明看到凶手的样子，你为什么想不起来？你的超一招有什么用？你只是个被吓坏脑子的废人。你说他为什么会死？整个警局都查不出来吗？只有你最相信他也是我兄弟啊！我的人生高度就差这一击了，不要害我，不然我打死你！鬼法官就有不少粉丝了，如果再多几个预言成真，全民投票处死谁，说不定会发生。到时候你们警察呀，可能就真没什么存在的意义了。连守护正义的亲人我都保护不了，我为什么还活着？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我到底在坚持什么？哥，虽然我不在了，但是我的信仰需要你帮我坚持下去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的眼里只能看到仇恨，现在的你只是个魔鬼。
为什么要接受自己根本不相信的正义？我们才是同类。Really great to see you again. Definitely had a great time. 凯文杀王哲是为了报仇，但科林和 Peter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且他们犯的案也都没人知道。那凯文是怎么发现的？最重要的是，凯文是你的病人，他的催眠术都是你教的。所以你认为我和这些案子有关？你利用他的心理问题，暗示和教唆，让他相信自己就是代表正义的神。科林和 Peter 做的事，你都看不过眼。不过你怕弄脏自己的手，让凯文做，你就干净多了。郭警官，你想象力真是丰富。我愿意配合警方协助调查。如果有证据的话，会有的，一定会。哇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搬得近一点啊？连冷气都没有。来尝尝这个，最近新发现的美食店。这么早下班？下个礼拜庆功。我不会忘记一帮兄弟的，我打算成立一个新的专案小组，由你负责。辛苦你喽。哼，大家都辛苦吗？喂，答应我的事呢？忘不了。你应该知道，那个时候你状态很差，当时我没给你，是不希望你出事。这件凶器上没有凶手的痕迹，但也许有你的记忆。